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一样是战损庄，陈星旭、程毅、肖战、龚俊对比，谁更有破碎感？在古装剧中，战损妆容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角色内心的波澜与剧情的跌宕起伏。这种妆容并非仅仅是表面的血迹和伤痕，更是演员演技的试金石，考验他们通过自身表演，将角色的痛苦、挣扎和坚韧传递给观众的能力。近年来，战损妆在古装剧中愈发流行，成为塑造角色形象、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元素。从《长歌行》到《梦华录》，再到《陈情令》和《山河令》，这些备受关注的古装剧中，战损妆的运用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这种妆容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冲击力，更是为角色增添了深度和层次。观众们通过这些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的面容，仿佛能直接触碰到角色的内心世界。每个演员都能在战损妆的帮助下，充分挖掘自身的演技潜力，展现出他们深厚的演技深度。演员需要通过缜密的眼神、表情和肢体动作，配合同样到位的妆容效果，把角色的内心世界生动地展现给观众，让观众更容易沉浸在角色所处的世界里。有时候，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表情就能展现出角色最复杂的内心活动。Bear 掷地有声的表演内涵无可否认，战损妆对演员的表演非常重要，能让他们更好地诠释角色，为角色注入生命。在这场视觉与情感的盛宴中，陈星旭、程毅、肖战、龚俊等演员凭借各自独特的战损妆容，为观众带来了震撼人心的表演。他们的演绎不仅丰富了角色形象，更为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往角色内心世界的窗户。无论是为保护所爱之人而浴血奋战的将士，还是内心挣扎于正邪之间的英雄，这些角色在战损妆的渲染下，都变得更加鲜活、立体。战损妆的魅力在于瞬间抓住观众的眼球，让人感受到角色所经历的磨难，进而引发情感共鸣。这不仅是一种视觉效果，更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古装剧的战场上，陈星旭饰演的英勇战士和程毅饰演的司空震二人无疑是观众瞩目的焦点。他们为守护叶晋和百姓而战，战损妆容为观众呈现出二人无畏牺牲精神的同时，也深入阐释了爱情主题。陈星旭在《长歌行》的演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扮演的角色为了保护叶晋，甘愿以身犯险。他的战损妆容尤其突出了眼角的血迹和脸上的划痕，仿佛在诉说着一路的艰辛。当他站在叶晋面前时，那种即将赴死却无怨无悔的神情，让人不禁为之动容。陈星旭成功地通过这幅妆容展现了角色的内心挣扎和决心，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为保护所爱之人而不惜一切的决心。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的光芒，即使身负伤口鲜血淋漓，也丝毫未损其英雄气概。陈星旭通过精细的表情变化，完美地展现了角色内心的复杂情感。他的战损妆不仅是表面的血迹，更是其内心坚强的外在表现。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与陈星旭精湛的演技相得益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令人敬仰的英雄形象。与此不同，相较于程毅在电视剧《梦华录》中饰演的司空震，战损妆容显得更加内敛且深沉。作为一个骁勇善战、不畏艰险、只为守护百姓的将领，司空震的形象更加沉稳大气。程毅的战损妆容虽然眼角的血迹不多，但眼神中蕴含的坚毅和悲壮却直击人心。他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展现了司空震内心的强大与柔软。程毅带着战损妆容站在百姓面前，他为守护众生的精神让人深感敬佩。程毅成功地将司空震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腻入微，
让观众能够感受到这个角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眼神中既有对敌人的愤怒，也有对百姓的怜惜，这种复杂的情感通过战损妆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两位演员的战损妆容虽然风格迥异，但都是成功的传达了角色内心世界和精神内核的表现。陈星旭的热血与激情，程毅的沉稳与担当，都通过精心设计的战损妆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的表演让观众深刻体会到，真正的英雄不是不知恐惧，而是即便恐惧也依然选择前行。无论是陈星旭还是程毅，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解读了为爱牺牲这一主题。他们的战损妆不仅增加了视觉效果，也使角色更加立体，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体验角色的内心世界。在古装剧的舞台上，两位英雄的内心世界尤其复杂多变。肖战饰演的魏无羡和龚俊饰演的温客行，他们的战损妆容不仅展现了外在的伤痕，更反映出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肖战在《陈情令》中饰演的魏无羡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战损妆容强调眼周血迹和面部尘土，看似狼狈却掩藏不住他的坚韧眼神。肖战用细腻的表情变化，把魏无羡内心的矛盾痛苦演绎得触动人心，尤其是夷陵老祖的剧情中，魏无羡的战损妆容达到顶峰。当他满身血迹站在乱葬岗时，那份被世人误解却坚持自我的痛苦，让观众心中泛起阵阵波澜。肖战成功地通过这个妆容诠释出魏无羡丰富的内心世界，他的眼神中透露着对正道的坚定，同时也有因被误解而产生的愤怒和悲伤。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使魏无羡的形象更加鲜明、生动和真实。肖战的演绎让观众看见了一个心中满是正义，却不得不背负骂名的英雄。他的战损妆不仅是外在伤痕的体现，更是内心伤痛的写照。在《山河令》中，龚俊饰演的温客行是一个复杂的角色。他的战损妆既带有血迹，又有愤怒的表情，完美地诠释了角色在正邪之间的挣扎。龚俊用眼神传递了温客行内心的挣扎，尤其是在面对父亲的背叛时，他的复杂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一边流血一边怒指那些奸佞时，观众仿佛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龚俊的战损妆不仅有血迹，还有愤怒的表情。这种复杂的情感表现，使得温客行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他的眼神中既有对正义的坚守，又有对世间黑暗的愤怒。龚俊通过这幅妆容成功表现出温客行内心的矛盾，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在正邪之间挣扎，最终选择正义的英雄。两位演员的战损妆虽然风格截然不同，但都成功地展现了角色内心的复杂性。肖战饰演的魏无羡和龚俊饰演的温客行，都是在困境中坚守初心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战损妆并不仅仅是外在伤痕的体现，更是内心挣扎的写照。这种复杂的角色塑造，让观众意识到英雄也有脆弱的一面，正是这种内心的挣扎，才让他们的选择更加珍贵。肖战和龚俊两人都通过其出色的演技以及富有层次的战损妆容，成功地演绎了角色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表演让观众深深感受到，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生来完美，而在于困境中仍然坚持正义。这种复杂的角色塑造，大大增强了剧情的深度和观众的代入感。战损妆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整体效果，而更在于精心设计的细节。每一道伤痕，每一抹血迹，都是角色故事的无声诉说，为观众展现了一幅幅血染的容颜，传递着深刻的艺术内涵，带给观众强烈的情感冲击。陈星旭的战损妆以血染为主，尤其是眼角的血迹，仿佛在诉说着他为保护叶静而经历的艰辛。这种设计不仅增强了视觉冲击力，更突出了角色的坚毅和牺牲精神。眼角的血迹犹如泪痕，既展现了角色的痛苦，又表达了内心的坚定，
让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程毅饰演的司空震的角色设计非常独特，他的眼角血迹配合坚毅的眼神，完美展现了一个为百姓牺牲的英雄形象。这种设计既体现了角色的威严，又不失人性的柔软。血迹的位置和程度都经过精心考虑，既不会过于夸张，又能充分表达角色的处境和心理状态。肖战的为无限妆容，除了血迹，还有面部的尘土细节，无一不在诉说着角色的经历。尘土的加入使得整个妆容更加真实，仿佛可以让观众闻到战场的硝烟味。这种设计不仅增加了角色的可信度，也为无限的复杂心理铺垫了基础。龚俊通过将血迹和表情相结合，精准地展现了温客行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血迹的分布和程度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与龚俊的表情相配合，使得温客行内心的纠葛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细节的处理，使得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角色的心理变化。这些细节在视觉上增强了感官冲击力，更是角色内心世界的外在显现。他们会帮助观众更深入地去理解角色，体会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再比如，一个血迹的位置，一道伤痕的深浅，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角色塑造和情节发展。战损妆的艺术价值恰恰体现在这些精心设计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不仅仅是简单的特效妆，更是角色塑造的强大工具。通过它们，观众能够更直观、更深入地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从而产生更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细节的艺术，使得战损妆成为了古装剧中不可或缺的视觉语言，为角色增添了更多的层次和深度。然而，再精美的战损妆无法独立完成角色的塑造，真正让这些妆容鲜活起来的，是演员们发自内心的演绎。在这场视觉与情感的盛宴中，陈星旭、程毅、肖战、龚俊等演员凭借各自独特的表演，为观众带来了震撼人心的体验。陈星旭用坚定的眼神完美诠释了战士的无畏。在长歌行中，他饰演的角色为了保护心爱之人叶进，不惜冒险以身犯险。陈星旭通过细腻的表情变化，把角色内心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使全身浸满鲜血，他眼神中闪烁的光芒依然向观众传递着坚定和勇气，让观众深深感受到了角色为守护爱情而无所畏惧的决心。程毅用内敛的表情生动地展现了司空震的沉稳。他扮演在《梦华录》里的司空震是一位为保护百姓而战的将领。程毅通过细致入微的表情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司空震内心的强大与柔软。肖战用微妙的表情变化，细腻地展现了魏无羡内心的矛盾挣扎。在备受欢迎的《陈情令》中，尤其是夷陵老祖的剧情中，肖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内心充满正义，却不得不背负骂名的英雄。他的眼神中既有对正道的坚定，又有因被误解而产生的愤怒和悲伤。龚俊运用眼神传达出温客行在正邪之间的挣扎与矛盾，成功地将温客行内心的复杂情感展现出来。尤其是在面对父亲背叛的段落里，他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在正邪之间挣扎，最终选择正义的英雄形象。这些演员的表演不仅仅是展示出他们精心设计的战损妆，更是他们用灵魂去诠释角色。他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在讲述着角色的故事。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演绎，才真正赋予了战损妆生命，让观众感同身受。战损妆不仅是一种视觉效果，更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在视觉上给观众带来强烈冲击的同时，又能深入地刻画角色，推动情节发展。通过对比陈星旭、程毅、肖战、龚俊等演员的战损妆，我们可以发现，
真正成功的战损桩并不在于血迹的多少或伤痕的深浅，而在于它能否准确地表达角色的内心世界，能否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变化。在《长歌行》中，陈星旭的战损桩展示了他为保护所爱之人而付出一切的决心。在《梦华录》中，诚意的司空震通过战损桩展现了他守护百姓的坚决心。在《陈情令》中，肖战的魏无羡通过战损桩表露出内心的挣扎与矛盾；而在《山河令》中，龚俊的温客行通过战损桩展示了他在正邪之间的挣扎与抉择。这几位演员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他们的战损桩不仅有视觉上的美感，更有情感上的共鸣。他们成功地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外化，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变化，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剧情发展。这种视觉与情感的完美融合，正是战损桩最大的艺术价值所在。